曾经霸榜4399的抗日神作《二战前线》，它的大结局到底是什么？或许你根本想象不到，它的大结局是在今年才更新的。是的，你没有听错，尽管多年前《二战前线》就已经停止更新，甚至其公司都已经注销掉，但游戏制作人一直没有放弃，不断寻找机会，想要完善，最终于今年3月为游戏推出了全新 DLC， 补齐了我们小时候缺失的大结局部分。2008年，《二战前线2》于海外上线，后被4399、7K 等平台搬运回国内。其暴力的玩法和爽快的射击体验，成为了一代人的回忆。对于国内的很多玩家来说，最先接触到的应该就是它的无敌版。众所周知的缘故，这款游戏的普通版和无敌版游玩下来的体验天差地别，各种稀奇古怪的武器，在无敌版的加持下，带给玩家的只有一种感受，那就是爽。游戏以 A、B、C、D 为类别划分出9个板块，每个板块对应不同的武器类型，再加上右边的6个武器槽，可以发挥出游戏玩法的最大魅力。当然，除了上面2个武器槽不能更改，下面的4个都可以随意替换。而武器类型上，前面几个还算正常，不是手雷、燃烧瓶就是各种手枪、步枪。直到这个板块开始，游戏的武器出现了一点点变化，比如这2种弓弩，一种是有抛物线，一种是直射，它们在命中后都会发生爆炸，在当时非常适合用来开路。而第4个弩箭虽然可以发射回旋镖的弓箭，但由于非常考验操作技术，小时候的我基本是不用的。在接下来的板块就是一些霰弹枪，其中这把武器我个人觉得最好用，可以发射跟踪导弹，非常适合用来清空降兵以及躲在高处的敌人。这一块不得不提的自然就是蓝色的火箭筒，由于其恐怖的伤害能力，非常适合用来打载具。不过这把武器也只是过度使用，因为后期我们将会有更强的武器出现。没错，真神出场，可以发射4管炮火的火箭筒，无敌一开，左键按死，一路上遇神杀神，遇鬼灭鬼。无论是什么样的敌人，在这支火箭筒的火力下都抵挡不了太久。当然要提起火力伤害，接下来的龙头炮肯定有话说，简单的一炮就可以造成大面积杀伤。作者为此特地下调了射速，而这个金属钻孔机也是很有意思，除了可以一直钻击敌人，还可以利用后坐力飞到半空中，甚至在蓄力后将钻头发射出去，对付单一的 BOSS 也是绰绰有余。最后一把武器则是终结者，枪口可以同时发射2颗子弹，积攒一定时间后还有额外的榴弹射出。其实单从武器的玩法和多样性上说，这款游戏已经足够带给玩家惊喜，但在多年后重新游玩它，我才猛然发现，相比于武器部分，这款游戏的故事背景才是核心部分。二战前线2的游戏故事发生在一个我们所有人都熟知的年代，那就是日军侵华的2战时期。游戏采用4张地图将它们串联在一起，而这4张地图的背景分别发生在四川、上海、东南亚和太平洋岛屿。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熟悉的元素，比如乐山大佛、上海百乐门，还有地道战、铁道游击队等历史事件。其中上海自然是指淞沪会战，中国军人以伤亡30万余人的代价，彻底粉碎了日本3个月灭亡中国的计划。而四川则是指乐山的819大轰炸，日军出动36架轰炸机，对乐山城区进行惨无人道的猛烈轰炸。当日机离开后统计，此次轰炸中死伤者高达5000余人，大量平民无家可归。所以在游戏中，天空也会时不时的出现轰炸机。那第一关就是主角从乐山踏上抗日之路，一步步消灭日军，瓦解他们的计划。在这个过程中，会遇到碉堡中的日军、梳着中分发型的伪军，以及手握武士刀的日本军官。之后会穿过一片竹林，林中的熊猫更加验证了这里就是四川。成功通过竹林后，就来了第一关 BOSS 前，是一台武装投石车，它的攻击方式有上面的机枪以及下方伸出来的铁刺。接下来就来了第2关上海，这一关除了窗户中会隐藏着日军，到处还有狙击手瞄着你，甚至路上都开始出现大量的战车。这关的场景主要发生在仓库和洞穴中。小时候虽然我们玩的多是无敌版，但在这个地方还是得死很多次，主要是一开始根本不知道怎么操控油桶。离开洞穴后，骑着马匹一路冲锋，来到了第2关的 BOSS 断水流面前。它的主要方式就是靠旋转，成功灭掉后就来了第3关，充满东南亚元素的地图，一路上会遇到鳄鱼和蜜蜂，甚至还可以骑着大象。而这一关的 BOSS 是一只螃蟹，主要的攻击方式是2只钳子以及正前方的机枪。接着就是最后一关岛屿，主角乘船成功上岸。这一关无论是精英怪还是小怪，数量上都非常多。等我们成功消灭最后一个小 BOSS 后，就来了曾经的大结局面前。日军一个个跳上火箭准备逃离，主角踏上飞行器一路追击。日军的火箭有5种攻击方式，我们需要一节节的将其打掉，而后残余的日军坐着飞行器直接逃离。小时候的大结局到了这里就结束了，关于逃跑的日军去了哪里，干了什么事，不得而知。2025年3月，《二战前线2》曾经的制作人谢天，在时隔10多年后为游戏推出最终结局。故事延续了小时候的主线，主角一路追击残余的日军，为此他们派出了3枚火箭，想要消灭主角。当你打掉1节火箭后，
他们就会轮换位置继续进攻，直到我们将其全部消灭，只剩断水流一人仓皇逃离。正当我们一筹莫展时，女主开着钻机前来支援，男主跳上飞行器，二人合力追击，双方在半空中爆发激战。过程中，断水流数次化身异形态，最终我们两败俱伤，从空中跌落。断水流抓住女主，想要以此来威胁我们，但我们从水下偷袭，成功解救女主。从这里我们得知，原来断水流的背后还有幕后 BOSS 魔神，他将魔力注入女主的体内，想要让我们自相残杀。然而女主凭借强大的念力，将魔力逼出体内，男主顺势击杀，消灭魔力。而后魔神放出狠话，便消失在半空中，这也为下一部作品埋下了伏笔。据悉，制作人谢天目前正在冲绳岛采风，未来将会推出二战前线冲绳战役。随着盟军的直升机到来，男女主一起成功离开。游戏的最后，男女主望向屏幕前说道：“看看屏幕外的那个家伙，10几年前他就一直陪着我们，并肩作战，干掉了那么多敌人呢。对啊，老朋友，怎么可能把你忘了呢？当年那个小战士，现在可是顶天立地的大人了呢。谢谢你跨越时间，一路陪我们战斗到最后。二战前线2游戏完。”小时候我们游玩的二战前线竟然是一个系列，一共有6部作品，想必有不少人都不知道这个。二战前线系列的第一部作品名为 Commando， 国内常常将其翻译成英军陆战队，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主角他所扮演的就是英军陆战队的一员。游戏共有4个关卡，都是围绕消灭德军所展开。这一代的游玩难度非常高，由于游戏没有存档功能，一旦死亡就得从头再来。虽然后来推出了无敌版本，但就算是无敌模式，只要是掉下悬崖或掉进水池里，依旧得从关卡的起点重新开始打。其惩罚机制让很多人难以坚持下去。此外，就是一代的内容基本照搬合金弹头，无论是人物的姿势、射击的动作，还是音效、例会等，都与合金弹头高度相似。在操作上，这一代还没有适配键鼠，所以你会发现子弹的射击方向不是跟着鼠标走，而是跟着人物的方向走。往左边打就得按左键让人物左转，往右边打就得按右键让人物右转，跟2代子弹跟着鼠标走的操作逻辑完全不同。还有就是这一代中没有武器库的概念，玩家初始只有小刀、手枪和20颗雷，所有的武器都需要在战斗中获取。种种因素的叠加，让大多数人都没有真正通关过，所以一代的二战前线在国内的知名度并不高。而真正让二战前线这个名字大火，当属他的第2部作品。这就是二战前线2，也就是大家所熟悉的那一部。在这一代游戏中，玩家所消灭的不再只是德军，而是换成了二战时的日军，并且将许多地图换成中国场景，比如四川、上海，还有各种属于中国的元素在其中。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变化，是因为这一代游戏是由国内公司研发，公司名为 Macodroid， 制作人是谢天，他们都是当时国内资深做 Flash 的制作人。至今我们还能在他们的官网上看到所做的大量 Flash 游戏。当然，如今这家公司已经解散了。最初他们接到国外迷你客网站的合作，为其制作了这一款产品，后来经4399、7K 等平台搬运回国内，从此这款游戏就在中国玩家心中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。相比于一代的内容，二代最大的感受有2点。第一点就是适配了键鼠的操作逻辑，子弹的射击方向完全跟着鼠标走，人物只需要向前一直冲锋就行，这种操作模式带来了极大的爽感。第2点就是加入了武器库，每次通关后就会解锁一些武器，这些武器有威力巨大的龙头炮、射速极快的双枪、4连发的火箭筒，以及爆炸弓箭、闪电枪等等。这些武器在无敌模式的加持下，给当时的我带来不小的震撼。而在二战前线2发布后的几个月，制作组又为我们带来了新作。这就是二战前线3。由于二战前线在当时主要还是面向海外平台，所以3代又回到了欧洲战场。游戏共有5个场景，它们分别对应了斯大林格勒战役、中途岛海战、阿拉曼战役、大西洋海战和最终章柏林会战。相比于2代，3代的内容几乎重做，比如最直观的就是主角和敌人，摒弃了2代的 Q 版画风，采用写实风。此外，敌人的类型上也新增了很多，比如背着燃烧油的火焰喷射兵、全副武装的钢铁机器人、水中发射导弹的潜艇，以及各种机关等等。玩家的坐骑也进行了调整，能同时发射子弹和导弹的机甲，可以在水中操控的导弹潜艇，并且还可以开摩托车和战斗机。另外就是各种 BOSS 的难度都进行了一定程度的上调，所以单从可玩性上说，3代相比2代是有大幅提升的。此外，3代还有一个难忘的点，那就是这一代是最后的横版闯关玩法，在之后游戏就基本都围绕塔防玩法。在二战前线3之后是它的衍生品，或者你也可以理解成外传，因为它不再采用横版闯关的方式，而是改成了俯视角的塔防游戏，一共16个地图场景。在玩法上，玩家需要在固定点位安放防御塔，每座防御塔将以空投的方式落下。当防御塔就位后，还需要玩家亲自前往安装。换句话说，如果前一座塔还没装好，后面所有防御塔都不会生效，这就非常考验玩家的布局策略。而除了防御塔，玩家还可以召唤援军进行攻击，当然初始只有1种步兵，防御塔也是只有3种。随着不断的消灭敌人获取积分，我们就可以去购买新的防御塔和援军。游戏一共拥有8种防御塔以及4种援军，如机枪、喷火、导弹、投石、闪电等等。每一座防御塔可以进行5次升级，每一次升级都会扩大攻击范围，而如何将它们合理的放置在地图中，这就需要玩家的智慧。
随着上一代塔防游戏的成功，二战前线系列很快便推出了新作，这就是二战前线 X 突击对决。它同样是一款塔防类型的游戏，与上一代不同的是，不再采用俯视角，而是改回了横版模式，有点类似于战争进化史战地1944。地图的左右两边各有一座基地，双方的基地前都会有4座防御塔。玩家所要做的就是消灭敌人，获取金币，拿着金币召唤下方的各种援军，一步步拆掉防御塔，打爆敌方基地，获得最后的成功。这一代的美术、武器、兵种等都是采用二战前线2和3的内容，比如弓箭、导弹、坦克、飞机等，还有日军和德军的各种 BOSS 等等。游戏的场景并不多，只有4张地图，分为绿洲、雪地、实验室和火山。关卡的设计上，绿洲只有1条路线，到了雪地变成了上下2条，而实验室和火山都是3条路线，不同路线之间还会出现 BOSS。所以需要玩家在上下之间不断移动，顶着敌方的炮火前进。当然，在无敌版下，前期你也可以不召唤援军，等钱攒够了一起召唤，这样就会有步兵、坦克和飞机。随着突击对决的落幕，我们即将迎来该系列的最后一代。这一代延续了上一代的内容，同样是横版模式下的塔防游戏，不同之处在于美术进行重新绘制，虽然整体上更加的清晰，但总感觉缺少了一点该系列的味道。这一代名为士兵突袭，它除了横版塔防，还有另外2个模式，所以一共是3种玩法。分别为塔防、守城和护车3种模式，共用一套武器系统。玩家在游戏中闯关，获得对应的积分，当积分积攒到相应的数值，就可以解锁更好的武器。塔防模式跟上一代一样，就不过多介绍。而守城就是给你一个基地，它可以为你提供子弹、血包或者防御塔，这些都是需要金币才能购买。防御塔最多能建到4座，而金币的获取来源就是地图的左右两边源源不断刷新出来的敌人。这一关在无敌版下基本不可能输，但是如果你不输的话，后面的关卡就没办法解锁，所以需要你主动死亡，这样就可以解锁护车模式。护车的玩法也是采用塔防场景，区别的点在于加入了一辆车，这辆车是有血条值的，所以你需要提前消灭前面的一切障碍，护送车辆顺利抵达前方的基地。这就是这一代的全部内容。在之后，二战前线系列就没有新作面世。时至今日，已过去10余年，2024年7月，二战前线2的制作公司将二战前线2、3和突击对决并为一个合集，上线 Steam 平台，原价22元，史迪是5.4元。尽管最高在线玩家不足200人，但还是有超过8万人购买了这个合集。大家都想为童年的自己补个票，致敬那个再也回不去的青春。根据消息，二战前线2的制作人谢天曾前往冲绳岛采风，未来或许会有二战前线的新作问世，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